美国、俄罗斯即将围绕乌克兰讨价还价，而乌克兰和欧盟都不得参与。一个国家的价值自己都没法决定。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经常有人会好奇地问呢，说美国、俄罗斯围绕着乌克兰到底会不会打起来呀？会不会争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下周开始的几个谈判就会变得特别重要。首先是俄罗斯和美国1月10号在瑞士日内瓦要进行一个双边安全会谈，紧跟着1月12号就是俄罗斯跟北约还要接着谈。1月13日，俄罗斯还要和欧安组织再进行一次会谈。这3次会谈呢，欧盟都希望参加，但是俄罗斯说不行啊。虽然俄罗斯不反对欧盟在北约和欧安组织身边呢扮演一些支持性的角色，但是俄罗斯讲话，我只和北约谈，北约是军事集团，你欧盟是什么？你欧盟不是军事集团，你跟我谈什么谈？而美国呢，对欧盟这些请求居然也没有支持和回应，所以欧盟在3次谈判中都只能靠边站。美国表示，美俄10日会谈的主要关注问题呢，就是演习问题、导弹部署问题，并且呢，还有美国官员透露，如果拜登表示美国没有意图在乌克兰部署导弹，那么俄罗斯也就能够做出一些美国需要的承诺，这样双方就能各让一步，达成某些理解。美国还表示有意进行了探讨，就是探讨什么呢？能不能够对俄罗斯和美国在东欧举行军事演习的规模和范围进行对等限制，就是你搞什么样的演习，我搞什么样的演习，你不搞的时候呢，我也不搞。很明显，讨论的问题虽然都是跟乌克兰相关的，但是乌克兰这回只是一个棋盘，根本不是棋手，他连棋子儿都不算，所以他也没有资格参与谈判，只能是13号那天是俄罗斯跟欧安组织谈的时候，他在列席旁听。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局面了，乌克兰的问题不仅仅乌克兰自己没法发表意见，连欧盟的地位也被轻视，被迫成了中立的旁观者。一个国家自己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握，只能默默看着其他人讨价还价之后，硬塞给自己一个结局，一个命运。谁对自己伤害稍微少一点，还要感恩戴德，甚至是自己的利益被绑架久了，还要形成依赖，变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以前见过没见过？熟悉不熟悉？应该说挺熟悉。中国历史上就真经历过，当年清政府保不住自己领土，只能指望其他国家出来调停，最后调停来调停去，赔了银子，欠了面子，自己领土上反而是越来越没主权。如今呢，是乌克兰面对了同样的情况，而且这些情况可能不仅仅是乌克兰，以后还有些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把这个俄罗斯视为敌人，把美国视为依靠。那么这个依靠未来利用乌克兰获取多少战略利益，那可都是要乌克兰自己买单的。也许除了乌克兰，未来还有立陶宛，还有捷克，还有一批东欧国家，不是没有可能重蹈乌克兰的覆辙。但是只要俄罗斯跟西方冲突还在，这些小国还会因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把自己填进去，变成美国和西方的燃料和润滑油。而且俄罗斯这次已经事先放出个态度，表示对谈判没有什么期望，那这实际上就是出招，表明自己就没打算让步，所以摆出个姿态来，谈不谈无所谓的样子。那么下边就看谈判桌上美国人能不能比俄罗斯更强硬。如果美国决定面对俄罗斯这种态度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话，他还能为乌克兰剩下什么呢？虽然说呢，在大国夹缝之下，小国有小国的无奈，但是要知道，并非所有大国都把小国当鱼肉，小国也完全可以保有自己的理性。我有朋友曾经出国旅游到亚美尼亚，就是发现当地老百姓一看见他这个中国人，就主动拉着他讨论“一带一路”，说别的几个大国，那2个大国要么欺负他们，要么就欺骗他们，只有中国搞“一带一路”，给他们看到的是机会和平等。所以中国周边某些国家和地区应该好好看看乌克兰，别老想着为了和中国对抗就要引狼入室。生活在中国周边，只要你自己保持理性，那就一定会很幸运。好，对自己国家命运丧失主导能力的乌克兰会成为谁的榜样？谁该吸取教训？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